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闲聊中文，我是夏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。夏安，我今天遇到了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没问题。李文，你看起来很难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昨天我去一个中国好朋友的家里吃饭，他妈妈做了很多的中国菜，非常好吃。可是吃完饭以后，我觉得我的朋友还有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太高兴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非常奇怪。哦，你是不是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，可是后来气氛就变得非常奇怪。我觉得我一定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。李文，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你可能不小心做了一些中国文化里的禁忌。禁忌是什么意思？禁忌就是文化里规定绝对不能做的事情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禁忌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。但是在那个国家的人看来，这是非常不礼貌，甚至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。不吉利就是会带来坏运气。天哪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带来坏运气的事情？夏安，你快帮我找找原因。好的，我们先从你昨天吃饭的时候开始找原因。李文，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用筷子了？当然，我用筷子用得非常好。那你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把筷子直直地插在米饭里？插在米饭里？我想想，有。因为当时朋友的妈妈在和我说话，我的手里拿着筷子，我觉得一直拿着不太礼貌，所以我就把筷子直直地插在我的那碗米饭中间，然后转过头去和他说话。天哪，李文，你做了中国饭桌上最大最严重的一个禁忌。什么？为什么严重？我只是把筷子放在饭里啊。在我的国家吃牛排的时候，刀子和叉子是可以放在盘子里的。刀子和叉子可以，但是筷子绝对不可以直直地插在米饭里。在中国人的眼里，这就像是给死人送饭。给死人送饭？我的天哪，这听起来太可怕了。是的，在中国，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了，我们在祭拜他们的时候，会在他们的照片前面放一碗米饭，然后在米饭上插上香。你把筷子直直地插在米饭里，看起来就和那个香一模一样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难怪朋友的妈妈看到我的筷子以后，脸色马上就变了。她一定觉得我在给她带来坏运气。没错，中国人对这个非常在意，他们会觉得非常不吉利。那夏安，如果我吃饭的时候想说话，或者想去洗手间，我的筷子应该放在哪里呢？非常简单，你可以把筷子平平地放在你的碗的旁边，或者平平地放在盘子的上面，只要不是插在饭里，怎么放都可以。平平地放在碗旁边。我记住了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为了向我的朋友道歉，我打算明天去他家，给他送一个礼物。送礼物是个好主意。在中国，如果你做错了事，送个小礼物，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你打算送什么礼物？我去他家的时候，发现他房间里的钟坏了，所以我今天上午去商店，买了一个非常大、非常漂亮的钟。我想明天把这个钟送给他。等等，李文，你千万不能送钟。为什么？这个钟很贵，而且真的很漂亮啊。它会响，还会唱歌呢。就算他会跳舞也不行。李文，送礼物在中国是有很多禁忌的。你不能送钟，因为在中文里，送钟的发音和另一个非常可怕的词一模一样。发音一样？和什么词一样？和送钟的发音一样。钟就是结束的意思，送钟就是一个人要死了，他的家人陪在他身边，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天。我的天哪！所以我给朋友送一个钟，听起来就像是希望他马上死掉。完全正确。如果你明天抱着这个大钟去他家，
我觉得你可能会被他爸爸赶出来。太可怕了，我的中文真的还不够好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些发音的意思。既然不能送钟，那我送什么好呢？我送一块手表可以吗？手表可以，送手表没有坏的意思。中国文化的讲究真的太多了，除了钟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千万不能送的？我想一次全部记下来，以后绝对不买。不能送的东西还有好几个呢，比如你不能送中国人伞。伞也不能送。如果下雨了，我送朋友一把伞，不是很贴心吗？如果下雨，你借给他一把伞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把伞当作生日礼物或者节日礼物送给他，这也是因为发音的原因。李文，你猜猜伞和什么字的发音很像？伞，我不知道。和散步的散发音很像。散的意思就是分开离开。如果你送给你的好朋友一把伞，意思就是我们以后散了吧，我们不要做朋友了。如果你送给你的女朋友一把伞，意思就是我们分手吧。天哪，一把伞就可以让女朋友和我分手，绝对不送伞。还有送衣服的时候也要注意。李文，你觉得什么颜色的帽子最好看？我觉得红色的帽子很好看，白色的也不错。如果是去运动，绿色的帽子也很酷。停，千万不要给中国男人送绿色的帽子。为什么？绿色代表大自然非常有活力呀，为什么不能送绿帽子？这个禁忌在中国非常有名。在中国文化里，如果一个男人戴了绿帽子，意思就是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爱上了别的男人，背叛了他。哇，所以绿帽子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给朋友送了一顶绿色的帽子，他一定会非常生气。是的，不仅是送礼物，中国男人自己去买帽子的时候，也绝对不会买绿色的。你在街上几乎看不到有中国男人戴绿色的帽子。我以后买礼物一定会小心颜色的。那吃的呢？送吃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吧？我可以送水果吗？送水果是非常好的礼物。中国人去别人家做客，最喜欢带水果，比如苹果代表平平安安，橘子代表大吉大利。但是有一种水果吃的时候要小心。什么水果？那就是黄色的水很多的梨。梨很好吃啊，我昨天在朋友家就吃了一个梨。一个人吃一个梨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一个梨切开和朋友一起吃就不好了。为什么？有时候梨太大了，我吃不完，我就想切成2半，分给我的朋友1半。李文，这又是发音的问题。分离，分一个梨，和分离的发音一模一样。分离的意思也是分开，再也不见了。哇，中国人真的太喜欢玩发音的游戏了。分离就是分离，送伞就是走散，送钟就是送钟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非常特别的谐音文化。因为大家希望生活里都是好运气，所以很害怕听到这些不吉利的声音。夏安，刚才我们说了吃饭和送礼物，在我的生活里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和数字有关系。哦，数字的禁忌你也发现呢？是的，上个月我去租房子，那个房子在4楼，房间号码是404，房租每个月4000块钱。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好记，但是我的中国同事听到以后大叫起来，说千万不能租。呵呵，你的同事是对的。如果是我也绝对不会租这个房间的。为什么呢？4这个数字在西方很普通啊，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。李文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了，你来猜一猜，4这个字和哪个不好的字发音很像？让我来试一试。4第4声，和哪个字听起来很像呢？难道是死？完全正确，4和死亡的死发音非常像，
所以中国人非常不喜欢数字4。难怪。我去一些高楼大厦坐电梯的时候，我发现电梯的按键上没有4楼，也没有14楼，3楼上面直接变成了5楼，13楼上面直接变成了15楼。是的，在很多医院、酒店或者高档的公寓里，为了让大家心里觉得舒服，会故意把有4的楼层去掉。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房间号码里有死这个音。这太好玩了。既然中国人不喜欢4，那中国人最喜欢什么数字呢？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有2个，第一个是8，这个我也猜一猜，和哪个字像呢？和发财的发很像。发财就是赚很多很多的钱，变成有钱人。哇，赚很多钱，难怪中国人喜欢8。如果我的车牌号是8888，是不是表示我一定会发大财？是的，在中国，如果一个电话号码或者一个汽车牌照里面有很多8，它会卖得非常非常贵，大家都抢着要。还有一个喜欢的数字是什么？是6。在中国文化里，6代表顺利，意思就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顺利，没有困难。所以选号码的时候，有6和有8的数字是最好的。我记住了，以后我给中国朋友发红包，我就发88块钱或者66块钱，绝对不能发44块钱。李文，你学得太快了。说到发红包和钱，我再教你一个关于写字的禁忌。写字也有禁忌，写汉字那么难，难道写错了也会带来坏运气吗？不是写错字，是写字用的颜色。李文，你平时写字喜欢用什么颜色的笔？我一般用黑色的笔或者蓝色的笔，有时候为了好看，我会用红色的笔写我的名字。哎呀，这也是一个禁忌。在中国千万不能用红色的笔写人的名字。这是为什么呀？红色在中国不是最好的颜色吗？新年的时候大家穿红衣服，结婚的时候也有很多红色，红包也是红色的，为什么不能用红笔写名字？红色确实代表好运气，但是如果是用来写名字，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在以前的中国，只有要被杀掉的坏人，他们的名字才会被用红笔写下来。我的天哪！所以我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，就像是在说我自己是一个要死掉的坏人。对，而且在中国的墓碑上，也就是死人的石头上，死掉的人的名字有时候也是红色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用红笔写你朋友的名字，你的朋友会觉得你在诅咒他。这真是太可怕了。我以前给中国朋友写生日卡片的时候，好像真的用红笔签过我的名字。他当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。中国人很友好，知道你是外国人，所以可能不会怪你。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文化禁忌以后，就一定要注意了。普通的写字，用黑色的笔或者蓝色的笔是最安全的。明白，红笔只能用来老师改作业，不能用来写名字。对啦，除了吃饭、送礼物、数字和写字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动作上的小禁忌。动作，比如什么动作？比如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或者你想向别人介绍你的朋友，你会用手怎么做？我会用我的一根手指指着那个人说：“看，那是我的朋友。”在中国，如果你用一根手指直直地指着别人的脸，或者指着别人的鼻子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他是谁呀？因为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，在中国人的感觉里，就像是在骂人或者在命令别人，这会让人觉得你不尊重他。那如果我真的需要指一个人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，你应该把你的手掌打开，手心向上，5个手指并在一起，然后向着那个人。
这样就像是请大家看他，非常有礼貌。手掌打开，手心向上。哇，这样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有礼貌的人，比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好多了。没错，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生活里的这些小细节，其实都代表了中国人对好运气和互相尊重的看重。夏安，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太有用了。我觉得我学到的不仅是简单的中文，而是在中国生活的密码。如果不了解这些文化禁忌，我的中文说得再好，也可能会让别人不高兴。没错，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来快速的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这些千万不能做的事情吧。第一点，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筷子直直地插在米饭里，这看起来像是在给死人上香，筷子要平平地放在碗旁边。第二点，送礼物的时候千万不要送钟，因为送钟发音像送钟，你可以送手表。第三点，千万不要送伞，因为伞发音像散，代表分开。千万不要送绿帽子给男人。第四点，吃水果的时候，不要和朋友切开分吃一个梨，因为分离就像分离，代表朋友要分开了。第五点，数字，中国人不喜欢数字4，因为发音像死。中国人喜欢数字8和6。第六点，千万不要用红色的笔写人的名字，因为以前只有坏人或者死人才会用红笔写名字，写字用黑色或者蓝色最好。第7点，动作，不要用一根手指直直地指着别人，要打开手掌向大家介绍。总结得太完美了。我把这些禁忌全都记下来了。明天我再去我朋友家，我一定带红红的大苹果，绝对不送钟。李文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。谢谢你，夏安，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。不客气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觉得这些文化禁忌很有意思，请一定要帮我们点赞。没错，也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每个星期都能第一时间听到我们轻松好玩的中文节目了。是的，点击订阅，学习中文不迷路。另外，我们也很想知道，在你们的国家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事情，或者不喜欢的数字和颜色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留言，大家可以试着用简单的中文写下来哦。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下期见。